今天说书的内容是妈，您辛苦了。这话说呢，咱们小时候学习是不是有背过《三字经》？还真的有背一段来听听。好，开始咯。好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习孟母，择邻处。子不学，断机杼。OK，我也只会背到这里。那我就不要看了。好，那再倒回去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习孟母，择邻处。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答对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孟母。答对了啊！当初这个《三字经》一开始他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，他的意思上就是说人一开始是好的，他本性是善良的。下一句是什么？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的性格其实都是非常相近的，但是你后面所去学习改变的其实不尽相同，每一个人的出生环境、成长的过程都不一样嘛。好，下一个呢？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学习的过程之中没有被好好的教育，或者是你自己不好好的学习，那你的个性当然就会改变，开始会有点不一样或对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好，这个呢，你们就好好去查一下书到底讲什么哈。我们直接跳到所以其实每一句都它的意思。对，那么4个字就可以讲完所有的一切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习孟母，择邻处。习孟母就是说，当初这个孟母择邻处，选择邻居来相处。大家都有遇到恶邻居过吧？有，但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好邻居。告诉大家，我确实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恶邻居啊！这恶邻居的习性呢，不是大家可以所认同的哈。我认识的有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的邻居也不太好，上面蹦蹦跳跳的。哇所以这种就是比较不好的邻居，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起居。没错，那如果你小朋友真的是一张白纸的时候，学习到这些恶邻居的习性，这样借铃一样尖叫，他会不会跟着尖叫？真的会影响情绪，变暴躁。那所以我们就要到下一句了，子不学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好好学习，或者是你已经不想学习，或者是你中途而废，孟母就会断机杼。断机杼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我们就要先来讲孟母三迁的故事，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了解。这三迁的故事呢，第一个就是说孟母单亲嘛。孟母其实她原名为长姓，这个长呢，左手边呢是一个人字旁，右手边呢是一个茶几的几。好特别哦。长这个字念长，手掌的掌。他们原本很久很久的祖先，后来变成手掌的掌，最后成为这个人字旁的长。他就要带着这个小时候的孟子，想说要搬家嘛，他们就搬到一个地方呢。这个孟子呢，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白纸一样，跟着这个妈妈去到第一个地方，他就发现他处的地方居然是枯木，他会学少女，跟着一起学人家撒冥纸。学人家做法，因为那个就是墓地，全部都是坟墓啊。所以所有人要出那个地方，和卖鸭蛋的地方，和这个地方，他们就会做一些很多的仪式。怎么知道他就看到他可爱的小孟子呢，就在那里跟学人家跟着唱。对，起舞这样。好。然后看，他就发现不行就开始学习这样会对孟子有不好的影响，他就立马搬了第2次家。搬到哪里呢？他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市集，因为呢，这个在市集生活当然方便嘛。没有想到他发现他可爱的小孟子呢，这个学习能力实在是太好了，他跑去学人家叫卖。这多少钱啊？大人啊！一斤多少啊？买1送1呀！但孟母发现，这样也是不行啊。可是会很会赚钱，这样不好吗？你忘记了，请大家回去看史上最会骑马的人这一集。这个吕不韦都被人家称为什么？奸商啊！对那个朝代。那以前这个朝代，只要你不好好念书，你只要没有文化，你不是士人，你不是书生，你不是考生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也不是那个有名弟子的人，只要你很会赚钱，就叫什么？奸商。时代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你还以为说他很会做买卖，很会给人家叫卖是一件好事吗？当然就不是啦。那个时候不是啦。现在是吗？现在从商多好啊。贪财。
这个早期的时候啊，有很多人不愿意当公务人员，因为公务人员要考试嘛。为什么不当公务人员？因为其实那时候商人是最赚钱的，所以长辈们通通都去当商人，也不愿意从事公务这些工作，反而被人家看不起，因为他们就是一模一样的薪水，一模一样的薪资，通通都是死薪水，就怎么样就只能领这些。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这个家计的更多的机会来源，所以那时候所有人全部都上山下乡的，全部都是去做生意了。以前就不是这样子嘛，哈。那结果后来呢，孟母就发现，哎呀，这样子不行，怎么会学会了这个叫卖啊？完全都没有，毫无知识，没有文化，是可怕的事情。他就找办了第3次家，搬到哪里呢？哎呀，这是孟母聪明的，他搬到了学堂旁边啊。那孟子看到了这个小孟子就可爱了啊，学习能力有够强，看到大家在里面念书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他就开始先之初呀性本善。哎呀，这个孟母就发现啊，实在是太好了，对，非常的开心，就把这个地方住下来了。这个小孟子就开始学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，有一天这个学习是辛苦的吧，只是呢你要学习到成功的，他才是有成就的。孟子呢这时候就学，然后妈妈也花了很多钱给他努力去上学堂。上完学堂之后，有一天孟子就哭着回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不要上学堂，我觉得好辛苦，为什么要念书念得这么痛苦啊？”然后说妈妈在干嘛呢？这时候妈妈是很努力的在维持家计，她的维持家计的方式就是织布，她就在那很努力的织布，因为一块布要织多久才能够产生一块布啊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小孟子呢就回来跟妈妈这样子吵，说：“我不要念书了，我觉得太痛苦了，我不想学了。”这妈妈呢居然完全没有生气，她就干脆直接拿了一把剪刀，把她的织布机上面的布全部剪断。这小孟子看到吓死了。因为他知道那个就是维持他们家生活的经济来源，他们就靠妈妈织布，而且他也知道妈妈织那个布要多久的时间，织了这个布才能够卖，才能够有钱生活。结果这个时候居然就把布给剪了，全部前功尽弃，全部没了。他突然吓了一跳，妈妈就告诉他：“你就是这样，如果半途而废，就跟织布是一样的。我如果这块布终于快要织好了，但是我不学了，我就把它从中半途而废了，那他是不是对前面的也都没有了？”这时候孟子突然醒悟，就跟妈妈说：“我会好好的继续努力学习的。”所以呢，孟子就开始努力，才会有非常厉害的这个孔孟圣人出现。有一天呢，孟子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他看到这对面的邻居啊，他正在杀一头猪。他就问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他为什么在杀那一头猪啊？”孟母就告诉他，就说：“那个就是杀给你吃的嘛。”他突然发现，他回答错了，不应该这样回答了。他说他杀给你吃的嘛，意思就是说他宰杀猪肉是为了要卖给大家吃的。那你有吃猪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突然发现不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造成给孟子不好的影响，因为其实你根本没有吃到那头猪啊。所以他就立马当机立断，妈妈就跑去跟他买了那个猪肉。然后回来给孟子吃，就跟他说：“你看妈妈多守信用，那个不是说谎哦，他就是真的，他为什么要杀那头猪，就是真的是为了给你吃的。”所以让孟子从此以后不会说谎。然后也知道言不能不信，也知道说出了什么，他就是必须是事实。所以说你不能打诳语，不能随便说，不能觉得那没什么，你把他当小孩子一样看待啊，随便那么敷衍一句话就过去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要当好一个妈妈，你就要把它当作是什么都听得懂的，好好的把每一句话都一定要说好。教育真的是不能随意。你想教出下一个孟子吗？为什么说孔孟之道？其实就是因为孔子后来的这个就由孟子传承，这个儒家思想就由孟子传承下去的。所以呢，后来孟子也成为圣。其实最基本的教育还是要从原生家庭，对，尤其是最亲近的父母亲。所以呢，子不学，断机杼，就是这个家。原来如此，对，所以呢，《三字经》要不要好好学？我以前背都不知道意思，现在总算知道了，但我已经长这么大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妈妈有教好，她就是圣人的妈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要当新妈，我们要当圣妈。